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短线风险信号看跌春末再次出现，会和上次一样出现反弹高点吗？谷歌中期底部成立，但现在进入短线超买，这里加仓要特别小心。RQB 果然启动上涨，但反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回调到这个重要支撑，一定要有所反应，注意加仓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目前的市场环境，阿哲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当前从 K 线趋势以及日内的分辨的一个技术。那么阿哲会通过 K 线趋势以及日线和日内来给到一些观点。那么当前市场从日线看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高点降低的一个动态，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个下跌趋势形成。那么通过指数环境观察之后，我们再来到个股解析，第2和第3部分会讲到一些个股的一个标的，阿哲会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MSTR、遮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MBIS 等以上的个股。那么其中标绿色块的呢，是阿哲目前看涨或者说已经看涨一段时间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当前为买点，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观看。灰色块是当前有看涨看跌，但整体不是特别关注的，或者说它的买点不是特别好的。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些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有比较多的一个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您都感兴趣完整的去观看，所以阿哲把时间轴已经标记好了，您在底下可以做跳转，可以快速阅读您想要去观看的内容，或者跳过不想要看的内容。当然这里唯一的建议是我们第一部分最好不要跳过，因为是核心部分以及它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观察。当前的市场出现了一个看跌吞没，上一次我们讲到看跌吞没的时候，是当时的这一个反弹高点的地方，它出现了2次，而当下是第3次。那何谓看跌吞没？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上涨时出现你要小心的短线见顶信号。看跌吞没它往往需要满足一些要求，有严格的，有宽松的。标准的要求它一般是要有一个明显的短线上涨，也就是说它其实跟趋势的关系不大，只要短线有明显的上涨行情出现就可以去用。当然如果是下跌反弹中去用，它肯定风险性的确定会更好，比如说当下的指数就可能是这种环境。我们要求的是它的昨天要是阳线，上涨不上涨都行，我们要的是一个阳线，能够是上涨就最好。今天要有一个阴线的动作，那么这个阴线的特征在于它的开盘价比阳线的收盘价是要高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高开。而宽松的版本它不一定要高开，但是它一定要出现创新高的一个动作，高点比昨天的高点是一定要高的。这体现的是在盘中的时候它有一个诱多的行为，有一个冲高的动作，而后吞没阴线的收盘价最终还是要比阳线的最低价要低的，体现盘中冲高而后快速回落，最后收盘收跌的一个状况。最后收盘收跌的一个状况，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一般如果你手中是有利润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结部分利润，而如果手中是没利润想要去买股票的，这个时候就要先暂缓一下，不要在这种地方去买股票，不要随便去抄底，出现它就是一个减仓信号。后续一般它在次日大概率是会有反弹的，因为吞没阴线它有一个很快速的大波动的一个产生，会有人在上涨途中去选择在这种地方去找回调低点去买入，而这种买进有时候还是会成功的，但我们一般不做这种风险性较高的一个买点，因为一旦吞没阴线产生之后，它的一个最高价格和实体部分、影线部分将会产生一个压力。这种长阴线它的压力如果不过，那么这中间的一个上涨行情都为反弹。所以它有一句口诀叫长阴不破乌云压城，也就是说长阴线高点不破，这个地方它一直都是一个乌云盖顶的状况，一直都是压力。而长阴如果被突破，那么才可以说是再开天门，那么上涨行情才持续，那么这里才真的是一个回调低点。所以我们风险的确定的一个后续信号是价格走势在上涨后它不破长阴高点而再次的跌破长阴的低点，那么这种确认阴线一旦产生就是风险爆发的时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叠加吞没阴线的下跌放量，这是更好的。而叠加如果当时盘中冲高是有一个利好高开，
在低走，那么也会更好，所以这是一个优化条件。接下来我们看到最近的指数环境，目前所看的是指数的一个日线图。我们当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去讲？因为当时在这里就出现一个很标准的冲高回落，收盘低于这根强势上涨阳线的一个 K 线的一个低点，是吧？所以它当时是很强势的一个上行，但突然之间出现这种盘中冲高诱多，而后收盘价却是收破于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在这里就确定了它是一个看跌吞没形态，它除了没有高开之外，其他基本都满足。而价格走势后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再次的跌破？虽然它中间还有反弹，但其实还是跌破了。像这一根 K 线其实也是一个突破走高，而后在收盘跌破它的低点，所以当时这一根 K 线都是看跌吞没，所以后续爆发了一个风险下跌。当前呢又是一个短线上涨3根阳线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比昨天高点要高的阴线，收盘却比昨天阳线低点要低的 K 线，它也是一个看跌吞没。当然它看跌吞没不标准，比起之前这最高点看跌吞没其实是要差一些的。好，所以这里我们还是按照长阴不破来去看高点和它的影线区间，这里作为一个压力区，压力区不破，这里是一个震荡反弹低点的一个判定就还不确定。所以如果要看涨，最好是要把长阴一破，天明再开，收盘价收在长阴线高点之上，而后再去看短线上涨。而这根阴线产生时，短线反弹走到这，应该出现是减仓行为，只有突破再去加仓重新看涨。而假如后续长阴不破反串这个低点，那么就是确认阴线的产生，那么这里要注意了，它就很大概率要走下跌的持续，那么趋势的构成，下降趋势的雏形将会进一步的形成，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一点。所以长阴要破，不破不买，不破不看涨，破了再看涨。如果收阴跌破低点，那么就看跌，维持风险的释放的一个判断。所以以上就是看跌吞没形态，你学会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叫做15分钟变盘时刻。那么第二部分的15分钟变盘点是阿哲在每天盘前都会去书写，专门提供给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生同学的一个福利信息。当大家加入了阿哲的一个 Telegram 的频道，那么您就会在每天盘前收到有关变盘时间的一个提醒。像这个变盘时间怎么去用，阿哲会在每天盘前告诉大家，阿哲认为今天盘中容易出现高低点的地方，这种地方是一个提前预测，所以需要盘中去验证。像7月2号、7月6号的盘前，阿哲给到了6个变盘时间，就在这个6个时间点上容易出现15分钟的高点和低点。而实际上，在7月2号的9点15分是一个低点，在2点的时候是最低点，最低点的15分 K 线刚好是2点。7月6号的盘前广播当中有讲到的2点，它也是在盘中出现的一个回调的一个低点。那么像其他的11点、9点45分和这个11点，基本都是在单边行情当中，所以没有出现顶底分型，基本是一路单边过去的，所以这种变盘点一般就过滤掉了。在出现变盘时刻的时候，如果是下跌的，而后变盘后出现底分型，一般这种地方就是一个低点的形成。所以像9点15分和这个2点都是下跌时出现，而后见到底分型，包括2点下跌时出现，而后出现底分型，价格推动上涨。那么这种变盘时刻如果是低点附近，一般作为短线，作为想要买股票的同学，一般在日内就可以去关注。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变盘点在视频当中公布是9点的45分，其他变盘点阿哲在今天美股开盘之前会写好发给各位订阅粉丝同学。如果今天的9点15分是下跌的，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下跌遇到的变盘点，那么往往容易是低点，除非它是这种变盘，股价上涨高开而后它没有顶分型而是一路的不断新高，那这种情况下，这种变盘点一般就过滤掉，它不是一个高低点变盘。今天如果是开盘下跌，而后见到这个9点45分第一根15分钟 K 线，那么出现底分型，那往往是一个低点变盘。如果依旧创新低，那么不见底分型，不见强势的直立阳线，那么就说明它可能是单边下跌，就要小心这种动作。目前盘前是下跌的，所以要注意可能是下跌遇到的变盘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看跌吞没日线的 K 线形态，以及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那么希望以上2个部分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小红心。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小红心，亦或者您的评论，感谢您照常的支持。如果您是新同学，
而如果您是新同学，如果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首次见面也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可以一直关注阿哲的视频更新。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是日线的趋势观察。刚才我们一直讲的是 K 线、日线，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它往往会带有比较大的一个主观性，所以阿哲平时在做个股分析和做指数解析时，除了用 K 线去判定之外，还会用到所对应的一些趋势类指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3部分，日线的趋势观察，上海趋势图。当前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表。在图表当中，它有一个阿哲所常用的分析趋势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颜色带，也叫彩虹带。当它为一个黄色的时候，就说明它目前是处于下跌趋势，个股指数是同样的。当这种黄色飘带持续，那么趋势将会在此处延续下跌，而后每次反弹都容易在飘带附近出现压力和压制，只有少部分的上涨能够去改变这种结构，那么也就是转势行情的产生。而当市场出现了紫色飘带，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唯有市场出现强力的下跌，才有可能改变这种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之上的任意的调整回调，往往都是回调买入机会。所以当前是已经由一个上涨趋势转为了一个下跌趋势，我们通过颜色带的转变和持续可以去有所观察。既然它转变了黄色带，就说明价格会多数在飘带之下运行，并且它容易出现高点降低、低点降低的趋势，同时这个飘带它容易是一个黄色压力区间。而当市场它在黄色飘带附近出现滞涨信号时，就要特别小心。所以黄飘带出现看跌吞没，黄飘带出现看跌吞没，这种位置就都是风险信号。目前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收盘价略微过去黄色飘带，这是一个特殊的反馈，说明这一次上涨是很强劲的。因为如果一个上行行情它如果是反弹，它连飘带都无法去过，就说明它的多方其实很弱，那么市场后续容易酝酿更强势的下跌，只有在强势反弹或震荡行情当中才有可能去击穿这个飘带。所以当市场对于飘带它只是一个触碰而不击穿，它往往说明它只是一个回调。而当市场对于飘带是一个击穿而不是简单的触碰，那么说明它有可能会改变趋势。所以像最近的这2次的上涨，它都对于飘带有了一个击穿，所以就说明它是有可能改变目前的这种相对弱势的下跌环境的。但为什么它还是保持一个震荡？是因为它这个突破还不够。对于飘带的突破，我们要求的是时间上要满足2天以上。往往突破飘带的第1根 K 线，收盘站上去的第1根 K 线标记1号 K 线，它的第2天为2号 K 线，这2天里面偏高的 K 线将形成压力，这个压力不过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强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或者说绝大概率不是一个反转。而后如果它跌破飘带，那么就更加确定它只是个反弹。所以当前有突破飘带，但往往第2根 K 线就是一个压力，所以价格刚好在这个区间，它也叠加了一个晕线和看跌吞没，所以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强压力区域，只有收盘价能够突破它，才能够在很多个角度上，短线、中线上判定它这里过了一个压力，那么后续能够看涨。所以当前你所看的上方影线触及的地方，为什么最近滞涨呢？因为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区，后续的看跌吞没也只是验证了这一点，压力区有反馈。所以当前不过这个上方影线区间的强压力区，我们一般做多到这里要看作反弹高点，只有突破才认为反弹高点不存在，而后延续看涨。所以每次到飘带附近时，不管它突破不突破，它是不突破有压力，还是说突破就突破1根，这些都是容易形成反弹高点的一个可能性。它唯有价格突破了1根、突破2根之后还能够往上突破，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市场容易出现行情，容易转为飘带，是紫色的而不是黄色的延续。所以当前如果不破这个高点，往下继续保持回落，那么基本上黄色飘带持续，那么这里就依旧是反弹高点。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这么去看。所以大家如果目前还没有订阅阿哲频道，都可以去点击一个订阅，因为订阅粉丝同学您是可以去获取到我们的4重粉丝见面礼的。刚才所讲到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那么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您在点击订阅阿哲之后，就可以去找阿哲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在未来阿哲视频当中，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的分析，都会频繁用到上海趋势图表去分析趋势。但阿哲也知道，您可能手中有很多个股，那么阿哲所讲的这些个股里面，也不全都可能是您手中的持股标的。如果没有讲到的，您都可以用所对应的方法，用上海趋势图去分析、去分辨它的趋势和它的买卖点。那么怎么去领取这4重福利呢？都可以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
您点击这个对应的弹窗小卡片，亦或者在下方评论区有一个置顶评论，那么阿哲都放了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后找阿哲助教，跟他说您是今天新订阅同学，需要这4重福利，他会教大家怎么去安装上海趋势图，以及怎么去领取这个盘前广播。除了以上2者之外，还有一些课程提供，比如说每周周2到周5早上10点或者说周2到周5下午的5点，香港时间都会有一些知识课程，当然这是对内公开，当然这是对内去进行上课，当然这些都不对外公开，是我们的内部的体验课或者说内部的实战课。像我们本周会讲到的是多空重构下，目前市场趋势可能正处于转变当中的利润保卫战，如何保住之前上涨时的获利，以及把握后续的机会或规避后续的风险，在本周课程当中会去讲解。7月7号开始，也就是说今天已经开始第1节。如果您是今天才听到阿哲视频，那么也记得订阅之后可以及时找助教去报名本周的内部课，希望本周课程依旧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一个横盘震荡，上有压力，下有支撑，价格当下上方的支撑就是这个红色块，这个方块之前被跌穿过，最近在这里出现了横盘，有突破也有跌破，所以目前的状况是不太确认它是否站上。而在这个方块这附近，它出现了一个晕线，一个大的阴线，再加上一个小的 K 线，虽然说小，但其实也不小，实体也不小，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确定它的一个方向是不太好判定的。它整体晕线就是一种停顿状况，它可能是上涨后的回调，也可以是下跌后的反弹，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通过晕线来判断一个方向，最少后续呢要出现收盘价突破止线。当然因为它的这个止线离这个母线太近了，所以阿哲比较建议大家还是以这个阴线长阴线的高点作为压力位，价格突破它才定义这里是上涨中的回调低点去博弈，突破之后往前高这附近的压力的冲击，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短线的交易点。当然我们也可以寻找趋势更加转好之后的一个买点，目前趋势其实并不是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的图表来看，价格走势是一个下跌当中低点的反弹到高点的压力的产生，当前这一个段就是一个反弹段，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这一段的把握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您手中有上海趋势图，其实您是可以很容易把握到这一波行情。在我们前期所讲到的特斯拉抄底计划当中，其实就是针对左侧低点的支撑，而后出现这种上海趋势图当中的蓝色 K 线。上海趋势图的蓝色 K 线代表是市场进入到一个超跌状态，如果辅助当前对应的价格是一个强支撑的话，往往会出现反弹的一个行情。所以这里出现蓝 K 出现而后反包突破，那么这里就是一种买点的提醒。但这个买点最好是结合支撑位，会更加高概率高胜算。所以如果您是安装了上海趋势图，那么也可以关注这种机会，就蓝 K 出现而后反包消失，那么后续容易出现反弹。而这种买点能够出现在紫色飘带上涨趋势当中会更好，后续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风险信号了，因为价格走势涨到了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其实就说明它是一种相对的超买，跟蓝 K 是反过来，市场在超跌的时候去寻找低吸买点，在超买时去寻找高抛卖点，所以黄 K 一旦出现，那么就不再是加仓点，而容易是短期风险点，特别是一个黄色飘带的时候，黄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上涨中的反弹，所以上涨中的反弹出现黄 K， 一般左侧就要开始小心了。那么价格当前是在黄飘带附近出现了徘徊震荡，但是第一波反弹已经结束，这里如果不能突破这个黄 K 高点以及这个长阴高点，反抽之后往下破，那其实就说明它其实还是走反弹往下跌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确定长阴的压力已经能够被突破之前，我们要小心它延续黄飘带的下跌趋势。所以这个地方呢已经了结过一次反弹了，这里要再作为买点，最好就等待一个突破。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它也是来到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点是左边的高点，曾经被突破过后的高点。这个高点经过一次回踩突破，而后再次的回踩到这里，而很明显目前是一个中期的回调，比之前这一波要更加强劲一点，所以它能不能撑得住是不一定的，所以它来到这个支撑之后的反馈是比较弱，市场左边的这种阴线是到目前为止还没破，所以虽然当前认为它是一个重要支撑，包括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在一个重要支撑附近出现了蓝色 K 线，这个白色线属于龙门线，
它的支撑级别会比这个飘带更高一个级别。飘带属于短期支撑，而龙门线属于中期的支撑。而在这种支撑线附近出现蓝色 K 线反包突破，所以这里为什么说是绿色块？因为它有机会在这里出现重要支撑附近的中期低点的可能性，只是当前这个启动还不是说特别明显，所以这里构成了一个蓝 K 突破的一个买点，止损应该放在蓝 K 的下沿，而后去博弈它这个支撑是有效。如果有效，那么行情有机会是一个相对的波段的低点。从周线来看也是如此。周线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之前周线进入蓝 K 是当时这个3月的低点，而后市场出现不错的行情。那目前一波回调又来到了这里，它也是蓝色 K 线，那会不会这里也是低点？如果它也是周线低点，那么这个行情是不是也可能会很波澜壮阔？所以周线上出现的这种底部可能，日线上是足以让我们去承担一定风险去博弈的。而这里不太好的，因为它左边这个周线是长阴线，长阴线出现之后，市场的反弹有可能只是一个下跌短期衰竭，这是要小心的。所以长阴线低点一般不要被跌破，如果反弹再破，它是不是又构成了一个看跌吞没的确认状况，那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蓝 K 究竟是反弹还是能够是一个下跌趋势的止跌，需要在日线上去做好跟踪。当前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需要小心后者的出现，所以这里一旦跌破一定要止损，因为你要小心的是周线可能出现的是确认信号下跌。我们来看到加密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从之前我们讲过的底部的背离，当前是进入到顶部背离，上方阿哲换了一个位置，上方是一个以太坊，下方是比特币。之前我们说这个低点的位置有多单机会，或者说有反弹机会产生的，你空单要止盈的，是因为当时这里是出现了一个背离，价格走势它的以太坊其实是没有去打破之前的低点，比特币它其实是击穿了低点，所以价格走势做多我们应该是做多的是以太坊而不是比特币。当前市场在连阳上涨之后接近出现九转，而后出现了一个动作，比特币它是没有击穿左边这个小高点的，而这个对应的小高点在上方的以太坊的地方它其实是被击穿了，所以低点当时没破，代表多方可能以太坊比较强，而目前的上涨验证了确实是以太坊的多方比较强于比特币。以太坊突破这个左边的小高点，但是比特币没突破，所以这里构成一个顶背离。顶背离如果维持并且出现下跌阴线，那么这里要小心，它可能就是一个顶背离的生效，而后下跌行情将随之发生。所以这里要注意的是，下方有底背离，上方有顶背离，如果都不修复，那么就是震荡横盘状态，而如果要修复，那么就看谁被修复。顶背离如果维持，那么市场往下调整的时候，如果力度够强，往下一击穿这个市场的以太坊的低点，那么就会形成比特币和以太坊底背离被修复，这一波反弹就结束了。这一波修复之后，市场下跌将会打开空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找空方机会。当然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找空方的机会了，到了九转，到了顶背离，所以在比特币没有出现把左高突破之前，我们可以去找日内的空单，亦或者是日线空单都可以，但是要做好止损。比特币的左高被突破，那么这里就是背离修复，就小心预防加速上涨。当然如果你要找是日线的做空点，目前还早，因为阿哲看的时候还没有加速下跌，那么这个地方它连反包阴线都还没有，只是个运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方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当中，地质标的是扣二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扣二位的图表，扣二位其实它也进入到了蓝色 K 线，不过目前一直保持日线的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代表反弹，所以之前的这几次反弹都以黄 K 作为结束，而后形成高点后继续破低点，所以黄色飘带的一个常规状况就是容易出现高点降低、低点降低，这高点降低、低点降低的这种下跌趋势。目前趋势已经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后续任何的一个买点，我们先以反弹来对待。价格当前是龙门线向下，飘带向下，所以空方趋势在日线比较强劲，那么做中长线看涨的一个机会，我们可能要找周线的机会。那么短线上目前也只能做反弹为主，当前是运线未破，蓝 K 未破，那么就说明还未完全止跌，所以蓝 K 突破再看反弹。当然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守位，蓝 K 出现的时候消失反包突破，这里就是买点，低点作为止损。蓝 K 出现反包突破，那么就要设好止损，跌破立刻要止损。蓝 K 出现反包突破，设好止损。如果涨，那么就持股待涨，是吧？我们做好移动止盈。蓝 K 出现，蓝 K 突破，那么就做好移动止盈，低点设止损。所以这几次蓝 K 当中，其实就只有这一次被止损了，其他的其实都还可以。所以这个买点阿哲认为短线上其实都还不错。如果你能够结合相对的位置会更好，比如说我就只做这个，我只做飘带的、紫色的支撑的会更好。那当前这里如果出现了反包突破，那其实一样的，短线设好止损，看市场的一个反弹，飘带的压力，龙门线的压力大概是 94.36 附近。而周线它其实是蓝色 K 线，周线目前是蓝 K，
那为什么日线跌得那么厉害？因为周线的蓝 K 它不代表就止跌了，它要等周线的蓝 K 消失，周线的蓝 K 的启动。目前是紫色飘带，所以它会比之前周线的这些蓝 K 会相对好一些，这些都是下跌趋势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周线上升趋势的蓝 K。如果这里能够出现本周的运线，下周的蓝 K 突破，那其实在日线上这附近有机会是止跌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蓝 K 可以去看一下是否有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是价格反弹，黄色飘带，所以日线上趋势是要有所小心，价格走势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如果像之前这种地方，就是蓝 K 出现买点了，设好防守位不破，那么就继续看涨，看涨到飘带附近有黄色 K 线就小心，一旦跌破就小心它会维持日线的下跌趋势。目前也是个蓝 K， 是吧？蓝 K 出现，蓝 K 消失反包突破，这里就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它就设置防守位，不能跌破黄 K 低点，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你可以提前做减仓，保有一定仓位，等待跌破之后的止盈也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它不一定会每次都给到像之前这种那么稳定、可靠、安全的这种卖点，是吧？跌破给你一个反弹，再卖再跌，是吧？它这个很仁慈，但有时候不一定会有这么仁慈，有时候可能就直接暴跌。所以一般黄色飘带的黄 K 可以先做减仓，而后再去跟踪后续的上涨，再去做移动止盈是可以的。你全部以右侧来去做也行，但是你要承担可能所对应的，有时候可能不好去那么好的卖，可能会直接把你的反弹利润全都吞掉。那为什么说周线上这里有一些可能机会的确认呢？因为它的上涨已经突破飘带，就突破黄色飘带是属于市场趋势有可能转变的一个确定的一个信号，突破飘带是属于趋势转变的首要条件。所以如果它的上涨连飘带都不破，那么趋势一般不会转变，那么反而是反弹的高点。而如果能够突破飘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至少力度是够的，多方是强的，那么后续只要这个多方维持强势，那么后续就慢慢的趋势反转了。所以当紫色飘带被跌破的时候，要小心趋势反转向下；当飘带黄色被突破时，要注意飘带这个地方有可能趋势会反转向上。当下看到周线上，它是一个紫色飘带回调而后反包，希望本周能够维持这个反包阳线的突破。那么一旦维持这个水平，那么这个周线上就能够判定是止跌。那么周线止跌，那么日线的行情就有机会是波段行情。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多加关注，价格不管后续是二次回踩还是确实有风险，我们都在止盈之后可以关注这附近区间再次产生的一些买点。所以大家在安装了上海趋势图之后，都可以这么去看，周线上看一下趋势的环境和支撑。如果周线整体是上升趋势，那么日线就找买点就行，要么是找蓝 K 买点，要么就找这个止跌的飘带附近的买点。这些买点，如果你手中是有一些专门跟踪个股，哪怕你的趋势看得不太好，这个蓝 K 是吧？你突破你也买，就每个蓝 K 你突破都买，在白 K 突破你也买。其实整体你只要持股得当，那么你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大体是盈利的概率，绝大部分是大于亏损的概率。所以当前我们也是关注这附近的蓝 K 突破之后是否能够趋势的反转。接下来看到微软它就是一个逆势当中的超跌反弹。我们在盘中广播当中之前有讲过，这个反弹是你可以参与，因为它有机会是有不错的反弹空间。当前是还可以反弹到了飘带上，属于正常的反弹空间。价格涨到飘带，而后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产生了，当前把防守位设置在最高的这根黄 K， 也就是上周周四的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则这里要做止盈。这个地方如果不破，依旧有支撑，往上继续看下一个目标位，就是飘带的上沿395.114，目前是没有突破飘带上沿的，所以当前还是保持它的反弹是正常反弹而已。再看到 MSTR， 它也是白色 K 线，白色 K 线就属于下跌趋势当中要关注的一种信号，它是属于超跌的信号，而且是比蓝 K 更大级别超跌。那这种超跌反包而后向上，是不是来到了飘带？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节奏反弹，反弹到飘带就小心了，反弹到飘带收阴就小心。目前没有收阴，所以一旦收阴线跌破昨天的低点，那么就构成滞涨信号，就要小心。当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滞涨信号，所以还可以。我们关注这个飘带是否能够突破它的下沿以及上沿，如果能破，那有机会往上继续拔高目标位。目前还没有突破它的一个下沿，下沿的压力当前是在101.781。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保持黄色飘带，稳定下跌，所以这种跌势之下乱抄底可能不太好，我们还是尽可能等待市场能够出现飘带的突破，亦或者是一波能够对于之前震荡箱体、震荡窗口的击穿，才有机会是一个更大概率的止跌，或者说大周期的
反转。那么在此之前，任何的一个下跌当中，反窝阳线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反弹低点，特别是黄色飘带之下，而后它目前也没有这个蓝 K， 所以周线上虽然有蓝 K， 但一直是保持这种超跌。所以蓝 K 出现，蓝 K 消失，反包才看它是个反弹低点，蓝 K 消失，蓝 K 反弹，才认为这个蓝 K 的低点能够具有一定的力度。目前是有蓝 K， 但是没消失，没有收阳，所以这个地方就维持超跌的判断，所以不能够随便去抄底。这种周线还处于蓝 K， 日线还没有明确止跌的一个个股标的，它容易顺势下跌。下一只个股来看到礼来，礼来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一个趋势标的了，它还是维持的一个紫色飘带，而且这是日线的趋势指带，所以它整体的环境是比指数还要强很多的。在上次的买点当中，我们也是比较不错的把握过一个指带蓝色 K 线，而后反包突破走了一波加速，加速之后呢是一个黄 K， 黄 K 跌破则看回调，回调目标就是紫色飘带，所以这个逻辑整体来讲就是一个短波段看涨，而后每次你可以做它的短期回调，当下还没有回调到飘带上，飘带的支撑是 1163.21，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有一定的空间，这里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强势突破，所以这里可以认为是一个回调，但是还没有碰到目标位。从周线来看就相对来讲是黄色 K 线了，所以你只能做短线看涨波段，而相对的长期持有到这个关口附近是有点远离飘带，所以周线上是黄 K， 说明它的周线是面临一个向飘带调整的一个机会，所以周线的飘带还是有点远的 1068.772， 所以你要小心可能中期会发生对于飘带的调整，但在此之前它一般会先跌破这个紫色飘带，所以如果这一波回调不能够止跌而是击穿，就小心它的调整可能是要放大，那么就可能目标位会来到这个白色线附近。所以如果您手中安装了上海趋势图，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听到现在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同学，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助教去安装，以此去进行分辨、去分析、去使用。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保持震荡，震荡的个股周线上它的压力依旧存在。在之前这里我们说过，它是一个什么冲高回落。它是不是一个黄 K 跌破，所以它这个高点是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它一直很多周都冲高回落，冲高回落，所以目前为止本周除非能够收盘站上，否则我们无法去确定它这个地方是否是突破有效，而且它一直出现长上影线，包括上周也是冲高回落，又来一个这种动作，所以它这种震荡走弱。如果在这里去做短线，其实可能会出现一个中期调整破飘的这种行为，那风险性就会大很多，因为它离这个龙纹线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这里除非你本身有低位的筹码，或者说之前蓝 K 这里突破买入的都可以，是吧？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止盈位，如果没有这个仓位还比较大，或者说成本比较高的，最好是在这种地方不要做加仓，预防它可能是走弱之后要面临一个调整。你可以持股待涨，成本较低的，如果成本较高的，那么可以去择机去选择一些止盈的方式。在这个股来看到英特尔，英特尔其实也是类似的环境，它也是在创新高之后不断的震荡徘徊，周线上也是一个黄 K 之后不断的有压制，离飘带当前是有调整的预期，但是它还没有碰到飘带，周线的飘带在105.944，而后当前是又走了一波黄 K 之后的回调，回调到这里是一个运线，而后又止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能够出现突破，其实可以构成短线，就短线的买点，看一波再次的往上冲是可以的，但还是那个观点，以短线为主，设好止损。在周线来讲，这个地方其实做交易不太适合做波段，它能够再起波段，它得要先摆脱这种左高附近的震荡，走出一波上行，而后再做回调买点会更好。那么下面再看到 APP 有可能再次的转变趋势，因为它突破了这个黄色飘带，并且站上黄 K 目前没破，所以这个飘带要先转为支撑，就有机会慢慢收窄，而后转为紫色飘带，再次产生一个波段行情。当前的走势，我们可以以这个 K 线守狼的地方作为防守位，为什么是它？这个我们后续内部课有机会再讲。这里作为支撑，价格如果往下调，这里不破，那么飘带在这附近出现再次的止跌，我们就可以做看涨去做交易买入。如果它这波回落顶不住而是破，那就说明它还是一个反弹，因为飘带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压力在这里，往上突破。一般来讲，往上突破飘带，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还要往上破，这有机会转为紫色飘带，找到买点。所以这里在初期还要作为关注，但是已经有机会了，毕竟这波上涨还是比较强劲的。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已经破飘带了，所以破飘带的个股最好就在中长线上可以作为止盈。这个止盈是减仓，不是清仓，因为周线上它只是一个回调飘带，有时候止跌，而它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这里走一个宽幅的震荡，但是飘带已经碰到了，所以这里要关注是它调的力度。所以对波段来讲，对周线来讲，它整体来讲中长线其实还是看涨的。曾经在低位周线出现了蓝色 K 线，而后反包突破走了一波大行情，目前调一调也很正常。所以在这种地方，周线你要关注它止跌信号，日线再找买点。如果周线不止跌，你日线找买点，其实很多时候反弹的概率更大。所以目前转为黄色飘带，以此前作为压力，当前也是运线，那么高点则依旧辨别为压力。如果往下破，就继续往下看，那么也可以看到这个龙纹线96.641。下次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是一个价格的反弹遇到龙纹线出现回落。回落时我们可以关注它也是一个运线，这个运线也在回踩飘带时形成，这个地方就继续，如果它往下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弹高点的确认，那么往下则有可能维持之前的低点降低，高点降低，而反之这个运线能够在飘带上是停住，意味止跌，往上突破止线，同时伴随首浪突破，这里我们继续往上去看，如果能够突破这个龙纹线是吧，站稳，那么就扩大空间，那有机会也走出紫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作为运线来判定它的停顿是否有效。如果跌破，那么就风险依旧，继续往下看跌。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RKLB，RKLB 昨天我们盘中广播是讲过，这个地方只要小心回落了，因为它是一波蓝 K 反弹，然后到飘带出现了连续的长上影，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市场信号的，在黄飘带附近就要小心这种风险了。市场往下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缺口，正常从低位出现蓝 K 反包快速的启动，一般来讲这种低点是反弹低点的概率其实会低一些，所以如果回补缺口它不完全阴线回补，而是出现支撑止跌阳线，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作为加仓的信号，所以关注点这第一个支撑是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如果不补或者说直接止跌回补止跌，那么都可以作为继续看涨。当然它如果直接跌穿回补那就不太好了，那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飘带之下的这个龙纹线能不能撑得住。这个龙纹线目前的价格是在79.292，周线上看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的周线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上升趋势，目前是一个回调，那回调到这附近我们就要找买入机会，周线的止跌，日线的买点，除非它后续跌破飘带，但在此之前我们以看涨买入为主，只要是出现紫色飘带，之前有蓝 K 现在没有，但是依旧还可以，如果这里要跌出蓝 K 那其实就更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做短线止盈一部分回踩，再找机会买入。如果这个地方不能撑住，那大概率可能周线要往蓝 K 去走。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是缓慢爬升，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紫色飘带，所以它也是日线级别的波段上涨，每次回调都还被飘带挡住了，所以目前没有跌穿，而后我们就要小心它跌穿的那一下，一旦跌穿了，它这种飘带就容易变成黄色，因为它的飘带不是很强劲。价格走势当下从周线来看，它其实也是持续的连续的上行，所以它都是上升趋势。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关注什么时候调到周线的飘带，那时候就作为比较不错的回调买点而周线如果是回调飘带，基本上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黄色飘带一波中期回调再往上看，所以黄色飘带一波中期回调再往上看，那种地方是好的买点。而在此之前，这种状况下就只能是以短线为主，除非它来一波中期回调黄色飘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周线上中期回调的日线买点，当前就是短线机会。看到下一个是 PLTR 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的黄色 K 线，目前价格走势是涨破第一根，第二根就作为压力，所以今天的高点要关注，而后黄 K 的低点要做防守，如果突破再跌落，那么黄 K 这里就要设置风险信号，因为它整体是一个抛物线向下，而龙纹线是压力，飘带是黄带，要么就是黄带附近的黄 K 是高点，要么就是龙纹线附近容易见到高点，所以这种情况下要注意，目前是出现飘带附近的黄 K， 所以一旦收跌就小心回落。如果是直接站上两根还往上突破，那么就注意了，它应该是要往龙纹线去走。龙纹线的一个价格它是在 153.715， 理论上来讲，这一波反弹走到这里遇到首蓝其实正常，普通的反弹在这里应该就是高点了。下只个股是美光，美光其实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因为它这里出现了一个运线加蓝 K， 而后是紫色飘带，所以如果这里短线出现反包蓝 K， 止线上破，那么加上紫色飘带，那么我们可以以这个母线下沿做止损，往上看一波再次的高点，那么这个空间其实也有10来个点，所以短线这种波动是能够去做的，是吧？每次调到飘带附近止跌阳看涨，飘带附近看涨，飘带附近看走高，飘带附近往上看，维持看涨，因为它之前每次都是新高，所以如果这一波反弹不能新高往下破，那么就容易走趋势下跌，或者说它这个母线直接往下破，我们就
更容易看到后续是黄飘带，所以这里可以看一下，它整体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周线上涨，所以能够调飘带其实就是更大的机会。飘带周线上是在哪里？目前是在 814.864 附近，所以这是美光短线可以关注，周线就更加可以关注了。接下来我们来到连续的这个绿色块，连续的绿色块它不是说每一个都是买点，这里注意了，看到亚马逊它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周线的蓝 K 支撑，而后反包，目前是周线蓝 K 有止跌，那么日线就找龙门线的买点，这是我们之前讲过一种选股策略，所以守住龙门线附近，在这里构造中期投资、中期看涨的中线策略，所以这附近有反包、有突破、有缺口，都作为买点。价格走势，目前我们以底下的低点，这个低点作为防守位往上看，因为如果这里真的是周线止跌，它往上应该是会很容易突破这个飘带，连续有阳线，所以只要不破这个低点，后续找加仓点，目前构成左侧买入，而后突破转紫色带，再回调找另外的买点，所以这是左侧和右侧，目前是左侧，如果突破转紫带回踩找右侧买点加仓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不破这个低点，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构造一个中期的低点，至少是周线的一个反弹行情。如果它是反弹，哪怕就是反弹一半，它其实还是有不小空间的，所以还是可以的，还可以。接下来看到 AOI。应用观点是一个日线看是一个单边下跌，但是周线它其实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只是还没有出现止跌，所以我们说可以关注，但不代表立刻买入。周线没有止跌就比亚马逊要慢一些，亚马逊已经蓝 K 反包，它还没有反包，走了一个运线，最好可以看到蓝 K 消失，而后在日线找买点。如果蓝 K 不消失，那么日线的买点很多时候可能确定性不太高，所以这是我们去等待的。当然它如果能够碰到龙门线，刚好也是在左低附近，这里有止跌买入，蓝 K 突破那也行，所以可以作为关注的方向。我们看到它的日线的龙门线是在 91.957， 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LITE 其实跟这个 AOI 有点类似，它也是周线出现了蓝色 K 线，它也没有往下进行快速下跌，而是出现了蓝 K 后的十日星。如果本周或下一周能够蓝 K 消失，那么就会有构成日线找买点的一个机会。它也是类似的结构类似，但是 AOI 会好一些，龙门线在 612.918， 所以 AOI、LITE 都是属于中期关注标的，但是还没有出现比较好的买点。而亚马逊是符合中期标的，而后又有目前的左侧买点。我们来看到 NBIS 它是属于之前的短线判定，我们依旧在紫色标带上不做太多的预测，推动趋势就行。所以每次回调，我们去找它的买点。上次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反包，依旧看涨，我们的预期是突破性高，但是它没突破而往下跌破，那就止损。我们要的是之前这些都是 OK 的，那这里哪怕不 OK， 它也只能说趋势有点变化，那可能要引发什么？之前波段上涨可能引发波段下跌，这里就止损之后关注波段下跌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周线的调整，周线目前快靠近了，它是 204.068， 所以即将靠近，在回调过程当中寻找日线的止跌信号，那个位置的支撑差不多是在这个低点附近，所以往下调时跌到这附近有蓝 K 反包突破，构成我们周线有支撑，日线的买点，至少可以看一个反弹，因为到时候会转为黄飘带，所以这个属于稍差一点点，它是属于日线蓝 K， 当然周线还没有蓝 K。那么以上是7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